那天我聊了一个有关软盘的话题，感觉把大家的青春都给炸出来了。那咱们今天呢，就继续一下聊聊软盘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。其实这个问题啊，是属于那种每个人好像大概都知道，但是呢，想要讲清楚，好像又缺失了一点的问题。那今天我们就正好彻底把它弄明白喽。拆开软盘的外包装，里面就是一张使用磁性材料制成的圆盘了。基本上它就是磁带的强化版，虽然也不是那么强啦，你看还是软趴趴的嘛。所以啊，你看外壳这边呢，就专门设置了2个小缺口，它们叫做应力释放缺口，有助于在软盘发生弯曲的时候，至少保证读取的这块区域呢还是坚挺的。好，再回到那张盘上啊，真正用于储存数据的区域位于这个深色的区间。一般来说，它从外到内被分成了40个轨道，当然肉眼是不可见的啊，即使用上显微镜也是看不出物理的轨道来的。你记住它就可以了啊。最外面的这根呢是0号轨道，然后依次往里面是1、2、3、4、5，直到最里面的第39号轨道。当我们将软盘插入到软区当中后呢，里面会有一个步进马达来驱动磁头，使它能够存取不同轨道的数据。可是啊，磁头怎么知道自己在哪根轨道上呢？你以为它会用传感器，对不对？可不一定啊，那玩意儿呢实在是太奢侈了，大多数软区里面都是没有的。取而代之是一个非常笨，但是也是非常有效的办法，那就是不管我磁头现在是位于哪根轨道，都让步进电机带着它往回移动40下，以完全确保它的位置归零。接下来不就简单了吗？要存取哪根轨道的数据呢，就移动几下到那根轨道上去嘛。所以以前用软区的时候啊，老是会听到里面的哒哒哒哒声，那就是明明磁头可能就在第10号轨道上，还是要让它回推40下，那剩下的30下无处可去。就只能不停地撞墙发出的声音了。害得我瞎担心那么多年，生怕弄坏了机房里面的电脑，怎么赔得起啊？好，为了更高效地帮助电脑存取数据呢，磁盘上不仅划分了轨道，还被分配了不同的扇区。它典型的样子是这样的，围绕着圆心被分成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扇区。但不同的系统之间都是有很大区别的啊，所以即使用的是同一款型号的软盘，不同的系统呢还是互不相认的。拿这个举例啊，现在电脑就很容易把存在软盘里面的内容给找出来了。比方说第一区第16轨的数据，就在这儿啦，磁头直接移过来就可以了。实际上，它看到的内容呢，大概会是长成这个样子的。点代表1，空白代表0，都是这样模拟出来的2进制代码了。不过你注意到了没有？这样以平均的角度来划分的扇区有一个问题啊，那就是第0号轨道和第39号轨道明显长度是不同的嘛，但是它们却要储存一样多的数据，这就造成了每根轨道的数据密度是不一样的，实际上产生了浪费。那怎么解决呢？所以有的系统呢就是这么分区的，它的外部磁轨被划分了21个扇区，然后往里逐渐是19个。18个，到了最内部的一些磁轨就只划分了17个扇区了。于是每一个扇区磁轨的长度都是大致一样的，使它们的空间利用更有效率。同时你看这张软盘上面写着 double side， 双面都有磁，数据储存有再翻了1倍。当然，它要么需要你使用的是一台上下都有磁头的软区，要么呢你就麻烦一点，先取出来自己翻一遍喽。唯一需要 DIY 的就是要自己剪出一个防写入的缺口了。如果是5寸盘的话，好啦，好像知道这一些一点用都没有啊。那就全当是追忆往昔吧。其实这些当年的 low tech 现在看起来特别有仪式感。这恰恰成了我们当下生活当中最缺失的部分，所以免不了我们就会去怀念，甚至去重温就好比我明明是可以用手机在同样的时间里面拍下100张照片，但我就是要用胶卷慢慢的记录每一帧光影。我明明可以用手机蓝牙连着音箱不间断的放着 MP3，但我就是要用磁带去安静的聆听那些会停下来的音乐。我明明是有打印机的，但我偏偏还是会用打字机，等等等等生活总是需要仪式感的，希望你也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咱们后面呢一起分享哦。